看影片之前先送各位福利，点击链接可以了解更多详情。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杰硕资源，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杰硕资源 Jack's Resources Berhad， 简称 Jack， 成立于2002年7月，在2年后的2004年7月，成功在大马交易所的主板挂牌上市，主要在马来西亚从事供水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房地产开发以及越南的发电业务。Jack 是一间历史悠久的公司，在最初期是由现任 CEO Ang Lamphua 的父亲 Dato' Ang Ken Seng 于60年代创立的。一开始的业务是为住宅提供水管服务。到了1987年 Dato' Ang 为了参与供水维修工程，成立了 Jack Sdn Bhd。随后在3年后的1990年，将业务扩大至供水工程建设。后来随着业务开始稳定，公司在2000年时开始将业务扩展到了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眼看公司的规模逐渐壮大，管理层也开始计划将公司挂牌上市。在2002年7月成立 Jack Resources Berhad， 以作为上市大马交易所的上市工具。Jack 在2004年7月成功上市后，也不停地扩展业务规模，在接下来的10多年间，陆续进军到钢铁领域、发电行业、可再生能源领域以及房地产开发等等，成为了一间多元化的知名公司。目前 Jack 在大马交易所的建筑板块中排名第9位，拥有着大约5亿令吉的市值。第二点，Jack 的核心业务就是建筑工程，在2021财政年占据了总营业额的93%之多。Jack 为客户提供范围广泛的建筑服务，包括涉足于污水处理、道路、工业以及住宅建筑等建筑工程，并在2001年成功获得了 CIDB 的 G7 认证，被公认为信誉良好且可靠，有能力和资源承接任何规模和复杂项目的承包商。Jack 所涉及的多项建筑工程，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 Suki Highway、Hospital Baru Sri Aman、Jambatan Batang Sadong 和 Besut Dam， 以及位于越南海洋市的燃煤发电厂等等。这燃煤发电厂是一项总值17亿5千万令吉的发电厂总工程、采购及建筑合约，由 Jack 和中国的合资伙伴 CPECC 共同合作建设，从2016年开始建设，目前已经接近完工状态。随着燃煤发电厂的竣工， Jack 截至2021财政年仍然在进行的建设项目仅剩下大约12亿令吉，目前正在努力竞标和谈判新的建设项目。第3点，Jack 的其他4个业务就是制造业务、贸易业务、房地产开发业务以及其他业务。制造业务主要是制造和生产一些钢管和钢铁之类的产品，不过由于业绩不太理想，在2016财政年开始就停止为公司带来任何收入了。贸易业务主要就是贸易钢板桩、钢筋、软钢和钢管，以及其他钢铁相关的产品，还有建筑材料和供水行业产品等等。接下来就是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是发展住宅和商业物业，以及管理购物中心，其中包括了位于雪兰莪州 Petaling Jaya 的 Pacific Towers Business Hub， 以及位于阿拉达曼萨拉的 Evolve Concept Mall。最后呢，就是公司的其他业务，也就是投资控股，包括了越南海洋市的1200兆瓦燃煤发电厂的25年特许经营权，去卖电能给越南政府，以及新进军的可再生能源领域等等。在这4个业务当中，房地产开发业务贡献了大约6%的营业额，其他的就不值一提了。第4点，Jack 是通过借壳上市，在大马交易所挂牌上市的。2001年1月31日，一间以制造和贸易各种类型的钢铁五金的上市公司 Wintech Holdings Berhad， 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导致资不抵债，被大马交易所列入了 PN4 行列。公司当时的董事总经理兼大股东 Dato' Joseph Chong 感到不对路，同时也可能自认为没有能力打救公司。在公司被列入 PN4 的9个月前，就宣布辞去董事总经理一职。而在公司被列入 PN4 的8个月后，也将所有的公司股票一并脱售了，从此与公司没有任何瓜葛。顺带提 ，Dato' Joseph Chong 是1995至1999年吉隆坡巴杜的国会议员。
2002年8月30日 ，Windex Holdings Berhad 找到了白武士 Jax 来打救公司，双方随后达成最终协议。Jax 将协助解决 Windex Holdings Berhad 的债务重组，清算公司内无法继续营运的子公司，同时也吸纳了仍在运营的 Windex Steel Pipe Sdn Berhad， 以此换取 Windex Holdings Berhad 在大马交易所的上市地位。重组计划在2004年5月31日顺利完成。Jax 也在1个月后成功通过 Windex Holdings Berhad 借壳上市于大马交易所，开始了新的上市旅途。第5点。Jax 跟星报媒体 Star 的法律纠纷持续了5年都还没结束。Jax 跟 Star 的法律纠纷起源于2011年8月19日，当时 Jax 的子公司 Jax Island Circle Sdn Berhad 以1亿3500万令吉向 Star 收购雪兰莪州 Petaling Jaya Section 13的一块地段，计划在该处新建综合项目，发展总值3亿7000万令吉。不过 Jax Island Circle 当时不是支付现金，而是为 Star 建设一栋建筑物作为代价，并通过金融机构提供5000万令吉的履约保证金，负责在3年内缴付办公楼。然而，该办公楼在经过几次的延迟后，仍然无法按时交付 ，Star 最终要按照合约没收保证金，双方随后也因此陷入法律纠纷。在经过了几轮的审判后，双方都各有胜诉和败诉。而目前最新的情况就是 Jax 正在反告 Star， 并向 Star 索赔总共5亿4528万令吉的赔偿。这场纠纷不知道还会演到何时。不过双方的股价处于低迷，应该是这纠纷引起的原因之一。第6点 ，Jax 的收账能力不太理想。从公司的2021财政年的年报中可以看到，公司有着2亿2500万令吉左右的应收账款，以及1亿1800万令吉的其他应收款。我们先说应收账款，只有大约47%的客户是没有逾期缴付账款的，而有多达42%左右的客户是有逾期超过2个月以上的。还有在这些全部的应收账款当中，竟然有高达17%左右的数额是需要从报表中注销的，也就是当作无法收回了。而且也不单单是2021年而已，2020年也是大约注销了14%或4000多万令吉左右的应收账款。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应收款，在2021年的累计减值损失竟然已经高达6600万令吉。这种情况要么就是公司的收账能力不好，要么就是客户们的信用价值不好。但是无论哪一个，损失的最终还是公司自己本身。第7点 ，Jax 是一间极度吝啬的公司。从2004年上市至今的18年当中，没有1年是有派发过股息给股东们的。尽管公司在这些年里头，大部分都是在盈利的说。当然，管理层也给出了很多理由来说明不派息的原因，比如市场不稳定、未来的再投资战略、公司处于业绩亏损、时机未成熟、需保留更多现金之类。如果一间公司没有派发股息的话，那么投资者就只能依靠股价来获得赚幅了。以公司目前的股价来看，相信绝大部分仍持有这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应该都是在亏着钱吧。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太恰当，但是这么看来 ，Jax 不是一间值得投资者长期投资的公司。第8点 ，Jax 是一间很厚脸皮的公司。刚才不是才说过公司没有派发1分钱的股息吗？这就算了，公司也是从来没有给过任何的红股，这也算了，公司还跟股东们伸手要钱，而且还不止一次。第一次就是在2018年进行的，以每2股配1凭单比例发行附加凭单，而第2次则是在2020年进行的，以每5股配8股送4凭单比例发行附加股。没有回馈股东们的支持也就算了，还不止一次跟股东们伸手要钱，不是厚脸皮是什么呢？不仅如此，除了附加股以外 ，Jax 在近期也一直不断的进行私下配售活动。从2017年到2021年的5年间，一共进行了4次的私下配售，总共发行了接近高达4亿2400万新股，来筹募接近3亿令吉的资金。这无疑会使到股东们的股票稀释而蒙受亏损，毕竟股票数量增多，股价就会相应下跌。这么看来 ，Jax 对于股东们是不太友善的。第9点 ，Jax 有着非常庞大的债务。
根据公司2021财政年的数据，其总贷款一共高达3亿7200万令吉左右，而手中握着的流动现金只有大约1亿4400万令吉，也就是公司目前有着2亿2800万令吉左右的债务。那如果对比 Debt to Equity Ratio 的话，是处于0.28的水平，远低于1.0的平衡水平，所以是属于健康的。但是各位要知道的是，这健康的 Debt to Equity Ratios 其背后可是由庞大的股本支撑着的，也就是股东们用来购买的股票、附加股、凭单、私下配售等等的钱。换句话说，就是股东们帮公司顶着债务的压力。由此可见，这所谓健康的 Debt to Equity Ratio 数据，可能并没有看上去的这么健康。第10点 ，Jax 2022财政年第3季度的业绩不是很乐观，但也算是过得去的。营业额录得了1638万令吉，比起去年同季下滑了大约46%。净盈利则录得了2034万令吉，比去年同季下滑了大约36%。营业额和净盈利双双告跌，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的各项建筑工程已经进入尾声，导致到公司的收益也跟着减少了。不过庆幸的是，越南的合资公司在这季度的利润份额比较高，足够抵消业务上的营运亏损有余，从而将亏损转变为盈利。管理层也在季报中提到，位于槟城 Seberang Pride 的大型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正按照计划在2023年的第1季度完成。之后，这项目将开始为公司做出贡献。各位对于这季度的业绩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以上就是关于 Jax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了解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也欢迎加入豪门少爷帮成为会员。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